历史学家认为，人类将目光投向北极是从古希腊时代开始的。古希腊人发现天上的星星可以分成两组，其中一组处在世界的北方，而另外一组则在天顶附近偏南的位置。这两组星星之间的分界线正好是北极圈。北极一词就源于希腊语，意为靠近北方。早在2000多年前，有一个叫毕泽亚斯的希腊人开始了人类文明有史以来第一次向北极的探险。他大约用了6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次航行，到达了冰岛或者挪威中部。马可·波罗游记传播后，西方人相信中国是一个黄金遍地、美女如云的人间天堂。于是，西方人开始寻找通向中国的最短航线。当时的欧洲人相信，只要从挪威海北上，然后向东或者向西，沿着海岸一直航行，就一定能够到达中国。1500年，葡萄牙的考特雷尔兄弟沿欧洲西海岸往北，一直航行到了纽芬兰岛。第2年，他们继续向北航行，希望找到通往中国之路，但他们却成了为西北航线而捐躯的第一批探索者。16世纪末，在荷兰船长巴伦支的带领下，17名水手试图从北海找到一条通往亚洲的航路，但在经过北极圈的一个岛屿时，船被冰冻的海水困住了。当时气温-40°C。为了御寒，他们拆掉了船上的甲板，食物就靠打猎来获取，以此勉强维持生存。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有8个人死去了。船上的货物中就有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衣物和药品。8个月后，幸存的巴伦支船长和9名荷兰水手终于把货物完好无损地带回荷兰，送到了委托人手中。这次远征激起了荷兰议会的兴趣，在荷兰议会的资助下，1595年6月18日，7艘帆船从阿姆斯特丹出发。到达瓦加奇岛后，因逆风和浮冰使他们无法通过喀拉海，荷兰人只好打道回府。1596年5月10日，在阿姆斯特丹商人们的帮助下，巴伦支指挥着3艘船开始了第3次探险。1个月后，巴伦支发现了熊岛。在熊岛附近，3艘船被浮冰分开。巴伦支在寻找另外2艘船时，巴伦支的船被浮冰撞毁，他和水手们被困在新地岛，被迫成为第一批在北极越冬的欧洲人。当时的天气非常寒冷，他们只有把手指头伸进嘴里才能保持温暖，但只要手指一露出来，立刻就冻成冰棍。1597年6月，10几名幸存者通过了一段冰海，在新地岛南端遇到了俄罗斯人，幸运地获救。巴伦支在返回荷兰的航程中去世。在巴伦支死去近3个世纪后，挪威渔民在新地岛上发现了巴伦支的船员所居住的木屋，木屋内仍留有巴伦支所记的部分日记，日记中描述了探险家们过冬时的艰难情景，并保存了巴伦支绘制的沿途极为准确的海图，这为其后的探险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1725年1月，彼得大帝任命丹麦人白令为俄国考察队长，去完成确定亚洲和美洲大陆是否连在一起这一艰巨任务。白令和他的25名队员离开彼得堡，自西向东横穿俄罗斯，旅行了8000多千米后到达太平洋海岸，然后他们从那里登船出征，向西北方向航行。在此后的17年中，白令前后完成了2次极其艰难的探险航行。在第1次航行中，他绘制了堪察加半岛的海图，并且顺利地通过了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之间的航道，也就是现在的白令海峡。在1739年开始的第2次航行中，他到达了北美洲的西海岸，发现了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正是由于他的发现，使得俄国对阿拉斯加的领土要求得到了承认。但是前后共有100多人在这2次探险中死去，其中就包括白令本人。1819年，英国人帕瑞船长坚持冲入冬季冰封的北极海域，差一点就打通了西北航道。1845年5月19日，大英帝国海军部又派出富有经验的北极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开始第3次北极航行。全队129人在3年多的艰苦行程中，陆续死于寒冷、饥饿和疾病。这次无一生还的探险行动是北极探险史上最大的悲剧。1878年，芬兰籍的瑞典海军上尉路易斯·潘朗德尔率领一个由俄罗斯、丹麦和意大利海军人员组成的共30人的国际性探险队，首次打通了东北航线。1905年，后来征服南极点的挪威探险家罗阿尔德·阿蒙森
成功地打通了西北航线。他们的成功为寻找北极东方之路的努力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在新一轮征服北极点的竞争中，民族光荣与体育冒险精神已经超过了商业利益。1957年，国际地球物理年的大规模科学活动，标志着北极单纯探险时期的结束和科学考察时期的开始。1978年，日本探险家之村独自驾着狗拉雪橇，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人单独到达北极点的艰难旅程。气候科学家指出，北极的暖化速度是全球其他地区的4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正在遭遇的极端天气危机相比，北极圈的环境危机远远没有得到同等的关注度。过去30年间，北极圈的平均气温一直呈现上升趋势，最近几年异常高温出现的更为频繁。2019年9月融化季节后的北极海冰量与1979年至2019年的平均值相比，下降了50%以上。2020年5至6月，西伯利亚地区出现历史高温极值，甚至拉高了整个北半球的平均温度，导致了北半球乃至全球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5月。21世纪以来，全球气候进入加速变暖期。目前为止，北极大部分地区已经比人类社会工业化前的温度升高了2°C以上。作为源头，异常高温增加了山火发生和冻土融化的可能性。这些灾害事件除了对当地环境造成直接破坏，还会反过来助推全球变暖的进程。据估计，到本世纪末，约25%的多年冻土将会融化，70%的近地表多年冻土有可能消融。即使全球变暖控制在2°C范围内，冻土消融的趋势仍难以逆转。如果冻土融化，这些有机碳就有可能转化为二氧化碳和甲烷释放出来，从而加速全球升温。在北极圈的气候变化恶性循环中，高温与山火、冻土融化一同扮演着重要角色。各要素之间彼此影响，这为北极地区的环境带去了更深层次的系统性风险。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称，北极发生的事不会只局限在北极。